不好，怎么样？匕首有毒。我伤势如何？将军，说实话。将军，我要替你拔刀，但是伤口实在太深了，而且伤到了动脉，我根本没有把握，很有可能。王泽，在。可能我这么久还真没用。现在是你哭的时候吗？我不哭，将军，你先别说话，省点力气好不好？人家既然出手，就没想着让我活下去。你身为我的副将，没了主帅，你该干什么？我旗已经打造完毕，士兵也训练好了。叛军当天趁乱夜袭，只是打乱了霍家军的阵脚，并没能真正重创他们。按我料想，援军早已集结完毕，只是被叛军阻拦，没能闯进来营救。我若死了，你就接替我做指挥官，与城外援军里应外合，将叛军悉数剿灭。将军，我做不到。你没得选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安抚将士们的情绪，尤其盯紧那帮囚徒，别让他们兴风作浪。但凡不服号令者，不要犹豫，杀人立问。不，将军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？滚！滚！将军，顾先生，动手吧。将军，你是我这辈子所见最值得敬佩的女子。快动手吧！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婆婆妈妈的男人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撑不过去，就没有什么话想留下吗？如果你有话想留下的话，我一定帮你带到。我不甘心。什么？有个人答应我，一定会娶我，他还没有做到，我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呢？动手吧。王泽，我要见霍将军。将军受了轻伤，正在上药，不便见客。轻伤？王泽，你骗鬼呢吧？那霍玄明明是被一个女刺客给刺伤了，这所有人都看见了啊！而且伤口正中要害，血流不止啊！我说过了，将军受了轻伤，不便见客。霍玄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哎呦，你这，我们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话，与叛军苦苦对抗，还把那些个死囚全都给放出来了。大人，他就这么死了，你把我们丢在这儿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霍玄死了，谁来主持大局啊？对呀，这叛军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他这次倒轻松了，我们怎么对抗叛军呀？就是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把他给放了呢，省得败忙活一场。全都住口！我再说一遍。将军只是受了轻伤，马上就能恢复。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以扰乱军心处置。王泽，论品级，你只是一个区副官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我命令你，赶快给我滚开！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将军，不怕死的可以试一试。你走，去找霍玄，去找霍玄，走！快去禀报王副将。走！让霍玄出来见我们！老子天天吃糠咽菜，全都是为了他的狗屁承诺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们就什么承诺都没有了。出来，叫他出来！对，他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可就闯进去了。将军受伤，你们就蠢蠢欲动，你们就不怕被责罚吗？
出去！哎，你们什么东西啊？你们给我出来！这是刺史府，出去，都出去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这轮不到你说话。火玄呢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一帮恶狼。火玄这是纵虎归山，自食恶果。你看看，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无法无天了！你们将军给了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这么报答他的吗？火玄如果没死，就让他出来。我们是不会替死人卖命的。就是让他出来。他是不是死了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们还打什么仗？干脆打开城门投降算了。对，就是算了，投降算了。混账东西！兄弟们，冲！出来！来呀！要是想上，都一起来呀！以为将军不在，你们就能翻天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假如叛军来袭，你们和百姓一样死。就算能侥幸逃出，不管到哪里，若是没有赦令，你们一样都是死囚，一样都是死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老老实实回去训练，给自己搏条活路。来人，在！将军有令，闹事者斩首示众。剩下的，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军法处置。是。其余的，等到将军康复了，我再一个个跟你们算账。全都滚出去！既然将军受伤，将由我代替将军，作为作战的指挥官。城内一切人等，必须服从调度。将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将军！副将军！将军威武！快！顾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将军，将军，霍玄死了。什么？霍玄身负重伤，荆州无人主持大局，已经乱成一团了。果真？他真的死了？千真万确。荆州细所传来的消息，如今荆州不服他的官员全都乱了，还有他精心训练的囚犯，把整个荆州搅得天翻地覆。好，天机阁主果然没有欺我。将军，荆州没有了霍玄，就是没有了牙齿的老虎。此时城中大乱，应该趁机强行攻城才是。你急什么？攻城可是要流血的。我自然有兵不血刃的办法，一举拿下荆州。大人，你的信。大人，您过目。大人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，您赶快下决定吧。就这么办吧。杨刺史，王泽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竟敢随意走动！这将军尸骨未寒，你们却在此勾结叛军，当我不知道吗？你还好意思提霍玄呐？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杀戮过多，能引来薛兆那个逆贼吗？
如今城中粮草用尽，人心惶惶。派去平城送信的信使又无一人回转，援军呢更是遥遥无期。你让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要我们在这儿等死吗？杨刺史，将军苦心筹谋这么久，都是为了荆州百姓。如今将军不在了，你就急着把荆州拱手让人，还想用将军的尸体去投诚？你们别忘了，一旦你们投降，你们都是大魏的叛臣，都是要诛九族的。诛九族？恐怕还没等到皇上来惩处，我们的小命就都得葬送在此处。我拿霍玄一人的尸体，拯救全城百姓的性命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再说了，薛兆一旦退兵，那我们就成了保护荆州的功臣。到时候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皇上不但不会追究，而且还得褒奖。可是将军已经制定过计划，只要计划实施，就能。从前大家给你面子，那是因为霍玄还在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王子，你只是区区一个副将，没有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做了决定。你若是不遵从，那我就只有把你和霍玄一并送出城。薛兆只是以此为借口，想要拿下荆州，便以此为据点，一步步扩张。可笑你们这些人鼠目寸光，我真是替将军不值。大人太放肆了。明日你们要战斗还是投降，我都不会管。但是明日，我要亲自送将军灵柩出城。这人都上了奈何桥了，还摆什么臭架子呀？霍玄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大员，咱们不给他脸不要紧，咱总得给朝廷3分脸面吧？大人，难道您忘了霍玄是如何给您下马威的？身为女人就不该耀武扬威，乖乖待在家里生孩子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霍玄呐，霍玄，这可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呐。瞧瞧，死了还这么大排场。将军打算如何处置霍玄？待验过尸体，便借过尸体是假的，趁势冲入城去。你在此等我消息。是。叫。等着看吧。把棺材打开，我倒要看看名动天下的美人将军。谁敢亵渎将军？拿下！霍玄没死。对呀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看见他入殓了呀！主人莫慌，与我应战！薛贼杀戮平民，残害妇孺，如今业已伏法，过往种种，我霍玄既往不咎。但若执迷不悟，一律杀无赦。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要造反吗？霍将军早就料到了你们会有如此无耻的举动，所以在城内守军中做出安排，假意听你们的号令，实则是在暗中筹备。霍玄为什么要诈死啊？哼，你也不想想，城内哪有那么多石之水用来做大规模的守城武器，更别说是用来抵御敌军了。我们从头到尾积极备战，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。霍将军正愁如何御敌，恰好刺客来袭，他便索性假死。一来是为了引出薛兆，发动奇袭；二来
就是为了引出你们这些城内的蛀虫，永绝后患。那霍玄也没受伤？不，霍将军他伤得很重，可是他还是上了战场。和他相比，你们这些朝廷大员，遇到危险毫无男儿血性，你们简直连蛀虫都不如。霍将军，顾先生，多谢你了。我并没有做什么，全靠将军运筹帷幄。对了，你的伤口还好吗？刺史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霍玄，你就是只狡猾的狐狸。兵不厌诈。我说过，一定会助荆州脱困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会从地狱里爬回来的。抱歉啊，杨刺史，让你失望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霍家军？寻常军队派系林立，各自为政，只要主帅一死，军队必定全线溃败。可霍家军是我祖父一手建立，父亲逐渐壮大，到了我的手上，已经隶属于霍家，是我一个人的军队。所以薛兆认定，只要我不在，霍家军群龙无首，便再也无法运行。只可惜，我的军队与常人不同，我敢发动突袭，就敢笃定他们一定会积极筹备，等候召唤。霍将军果然自信，如果换做他人，与将士们失去联系那么多日，知道他们还会乖乖听令，谁又有把握，当你登高一呼，他们便能积极响应呢？杨刺史，你们此番的行为将通通以叛逆论处。什么？你要杀了我们？我已经杀过一回刺史了，总得留着你啊！全城百姓都看到你把我的尸体送出去讨好敌军，这谋叛罪是逃不掉了。这一次，我会亲自送你们回平城，面见皇上。带走。霍将军，你这就要回平城了？是。仗打完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平城了。兵之情，主速，趁人之不及，攻其所不见。在战场上，最重要的就是速度。在我霍家军中，初次入伍的战士每日疾行100里，日中时分必须到达终点，连续100日不间断，就是为了训练他们的速度。如今敌军攻城在即，没有100日供你们慢慢训练。我要你们日中之前绕城内跑完100里。怎么可能？从这里跑完全城，连路都跑不完。跑不完的人，没有饭吃。你们不讲道理，欺人太甚！我让你们来卖命，可不是跟你们讲道理。你以为这自由和荣华是唾手可得的吗？王泽，我数到3，你们就开始跑。日中时分跑不完的人，会有更严厉的惩罚。全部转身。1、2、3，跑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将军，我已经查清顾大夫的来历了。他原是城中有名的大夫，医术高超。先生，本人又十分和善，经常向穷人施医问药，十分受人尊重。走吧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沦落至此？来吧，这都拜前任刘刺史所赐。他的小舅子鱼肉百姓，横行乡里，带着一帮爪牙，到处搜寻美貌的少男少女供其淫乐。百姓们苦不堪言，却只能含泪隐忍。顾先生去他的府上为受伤的孩子治病，亲眼目睹那惨无人道的虐待。他出于义愤，在酒水里下了毒，将那一众欺凌弱小的爪牙全部杀死。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聚众为他请愿。只可惜，那刘刺史偏要替他小舅子报仇，硬是将人判了秋后问斩。
听你的语气，倒是挺敬佩他。那是当然，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夫，也能有如此侠义心肠，甚至为了一群跟他毫不相关的孩子，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这样的人，难道不值得敬佩吗？既然他是个大夫，就别让他去前线了，留在后方做个军医吧。哼，谢谢将军。怎么样？我说你们能跑下来，就一定能跑下来。你这是把我们当猴耍，老子不干了！就是，你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吃肉速度好对不对啊？都是不干的人就给我滚去牢房，明日午时立刻出战。上了我这条船，除非船沉了，否则绝对没有半道下船的道理。在残酷的战场上，你们越是弱小，死得越是快。所以，我对你们越是严厉，你们活下来的可能才越大。来人！这上午是跑完了，下午接着跑，全都用沙包附在小腿上，以跑1里不喘气为标准。达不到的，连晚饭都省。将军，训练的怎么样？已经大有进步了，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了。将军在干什么？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今日瞧见石之水，我突然有了个想法，为什么不用火攻来攻击敌人呢？我想制造一种可以喷发出火油的喷火器，材料就用铁桶，只要抽拉机筒便能喷发出烈焰，杀伤力巨大。果然是个别出心裁的法子。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的攻击范围更广？霍将军，顾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霍将军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特别感谢你，让我从训练场上下来，少吃了很多苦头。我让你退出训练，并不是同情你的软弱，而是敬佩你的义举。再说了，让你做军医才能救更多的人，这也是人尽其用。霍将军的恩德，顾欢铭记于心。今天我带了一些固本强身的复方，还请将军笑纳。顾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霍将军，你的这个设计虽然好，但是用铁桶制成的喷火器，安装的火油有限，射程短，只能用来守城，而且不断填充火油的过程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王泽，看来是我多嘴了。军事机密岂容随意议论。既然你能看懂，我就更不能让你离开了。等等，将军，听顾先生所言，倒像是有别的办法。顾先生，直言无妨。霍将军，以前我为了治疗有皮肤病的病人，致力于研究出一种可以喷射药蒸气的药桶。其实它的原理和你这个十分相似。你的这个喷火器射程有限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桶口太小了。如果光扩大桶口的话，那么就会增加其重量。不如我们多加2个卷筒，同时射4脚。就像这样，卷筒。是的，以前我在卷筒里加入的是中药，凭借压力就可以喷射出蒸汽。现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，在卷筒内装入大量的火油，这样就能解决火油有限、射程短的问题了。我知道
这些东西我应该烂在心里，一旦说出来，你就会怀疑我图谋不轨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不安心的话，可以全天候的派人监视我。如果你还不放心，就把我送回牢里，直到打赢胜仗为止。顾先生，你冒着被我怀疑的危险，也要将自己的认知说出来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性命装聋作哑，我不能看到那么多的百姓死于战火，哪怕只是萤火之光。我也想为荆州，为将军你出一份力。将军说得好，顾欢，我信你一次。多谢将军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现在就把图纸拿过来，供你研究。好。将军，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，我们不能相信他。一个人若隐藏自己的聪明，才是真正的危险。他表现得坦坦荡荡，你若处处怀疑，反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将军，你又开我玩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练剑要专心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又能怪得了谁？我只是担心。你是担心打败不了敌军。王泽，你都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还这样瞻前顾后。将军，我怎么发现，有时候你比我还像个男人啊？我像个男人啊？哼，将军你啊，本来是个超级大美人，可这行事风格比男人还霸道3分。再这么下去，谁还敢娶你啊？将军，你有时候也得温柔点，不能老这么凶巴巴的，不然摄政王哪敢……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不用男人来迎娶，我会把摄政王娶回家的。将军，你可真是威武啊！混小子，少跟我贫嘴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属下等正在巡查，突然发现书房里有动静，可惜被那盗贼跑了。丢了什么东西？将军，是设计图。细作出不了城，立刻搜查全城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哎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哎，听说刺史府失窃了，好像丢了什么重要公文。给我搜，哪怕把全城翻过来，也要抓住细作。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丢什么都是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丢了什么宝贝？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就是，凭什么怀疑我们？就因为我们犯过罪，就一定是细作吗？对，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全城都要接受检查，唯独你们例外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。走，是。将军在这儿，在哪儿搜到的？就在那张床上。这是顾先生的床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果然是你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。表面上帮我们的忙，背地却偷图纸，我看你根本就是细作。不会吧？居然是顾先生！顾先生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是细作呢？可这张图纸刚刚就是从他的棉被里搜出来的呀！原来就是他一直出卖我们，亏我还认为他心地好，全都是装的。顾欢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霍将军，我任凭你处置，无话可说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是。慢着，将军，这个顾欢阴险狡诈，他盗取了我们的图纸，实在是留不得呀。如果盗贼是他，又为什么要帮助改良？不是自相矛盾吗？
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，表面是帮我们，就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。若他不这么做的话，一早就被我们怀疑了，哪有时间偷图纸啊？可这张图是假的。假的？墨讲究干湿浓淡枯焦，潮湿的时候难以区分，可一旦墨水干了，就很容易看出来深浅的区别。王泽，你可记得我最喜欢的画法？将军一直喜欢用胶墨，人家都爱用水墨，发挥用水之长，肆意挥毫，却讨厌胶墨画法，因为画得好便刚劲有力，画不好则枯燥乏味。可我偏喜欢自找麻烦，哪怕是画画，也要逼入绝境后再开辟一条新路，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幅画是水墨画的，只有炮筒处用的胶墨点睛，这根本不是原画。接着说。所以有人盗窃了图纸，又按照原样拓了一幅，然后将这个拓本藏在顾欢床上，引得我们怀疑他。对方十分聪明，只要我们抓住了盗图贼，自然会放松警惕，他便可以趁此机会偷溜出城，将图纸交给叛军。这才是最高明的家伙。此人真是好生歹毒。不过，既然不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呢？他承认了，自然是要维护对方。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这只是一种可能，而更大的可能是，这位顾先生心地实在太善良，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。将军的意思是说，他明知道人家诬陷他，却还要维护对方，这不是疯了吗？顾先生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啊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呀？赶紧说出来呀！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呀？何喜，顾欢为你至此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什么？我听闻牢房中你曾有一次患病，顾欢救了你一命，而你感念救命之恩，也一直护着他，说一句生死之交也不为过。我想，顾欢会替何人挡灾？除了你，我实在不做第二人选。霍将军，此事确实和何喜无关，都是我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顾先生身体不适，还是何喜近身照顾，肯定是他趁先生不注意，故意栽赃陷害。不止，上回我在城墙那儿看到他在徘徊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想要逃出城去。没有，我没有。顾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我发誓，我出城只是给先生采药，我绝对没有要逃走。你说的晚了，把他拿下。是。霍将军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带走。我不是西佐，我不是西佐呀，霍将军。愚蠢！你替别人受过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品德高尚，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吗？如果我今天没将细作捉住，你丢了性命是小事，细作把火器图送了出去，让敌军占了先机，全城百姓都要跟着倒霉。你与何喜情同手足，可以替他去死，这是成全了个人小节。可你为了兄弟之情，差点害了大家性命，已经失了大义。霍将军，我错了。你还敢说什么？我相信将军，你不会抛弃那些百姓，一定会带他们渡过难关。而且何喜向来对我十分的照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错路，所以才一时糊涂，想替他受过。不过将军你说的对，兄弟情谊不能妨碍江山社稷。霍将军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哼，但愿你是真的知道错了才好。下次再让我瞧见你干这种蠢事，我非把你抽一顿鞭子不可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别人都觉得将军你冷酷无情，我却觉得将军是天下难得的好人。我对别人好，换取别人的感激和尊重，只是小恩小惠罢了。而将军你，舍弃女儿身，以一副冷面示人，时常双手沾血，受尽唾骂，其实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，而他们却满腹怨言。我觉得，这不是将军不好，而是他们不好。顾花，
将军，其实你也不是那么蠢嘛。将军，前面就是安州地界了，咱们在此休息一晚上吧。属下知道您着急回平城，可是连夜赶路，实在是什么？那干脆住个17、8天，等大军护送。晕，明明知道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大军行军缓慢，我急着回平城去。这里虽然是边境，却也是大魏境内，能有什么事？那好吧，今天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再继续赶路。走。撤。谢谢将军。老人家，有劳你了。将军太客气了，要不是你们赶走叛军，我们哪来的安生日子过呀？我们得谢谢将军。客气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点银子。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要借住一个晚上，你要是不收钱，我立刻就走。这。收下吧。快过来，来，快叫霍将军。霍将军，看，我在集市上买了烤鸡，吃一个。谢谢。走！快走！王泽，什么人这样大胆，竟敢在这里烧杀劫掠？对方步履整齐，行动迅速，是训练有素的士兵。我们此行的亲卫只有20人，根本无法抗衡。将军，你的安全要紧，请立即跟我离开。大局为重啊，将军！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呢？我一直知道你想回平城见摄政王，您这一出去，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将军，我们能撑一阵子，请快跟着王副将从后门离开。务必给我们留出时间。是。将军，赶紧逃吧！你逃出去了，才能找人救咱们。走。奶奶，我怕。不怕，奶奶在。快走吧，将军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只有2条腿，又怎么会跑得过那帮畜生？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追上来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将军，20名亲卫宁死不降，最终没能问出霍玄的下落。我们把所有女人都带来了，请将军验过。不是，都不是。将军，镇上所有女人都在这里了。霍玄肯定没跑远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继续给我搜。是。启禀将军，脚印到河边就消失了。我说找不见人，原来是沿着河流逃跑了。传我命令，沿着河流继续搜。谨遵将军号令。等等，将军请吩咐。这里地界你们不熟，去抓个村民来，务必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。将军，他们以为咱们跳河逃跑了，必定会知道河流暗去，绝对没想到咱们会偷偷潜回。将军，只要原路返回，只要与大军会合，就一定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替死去的百姓报仇。你去牵马来，尽快离开这里。是。
将军，我奶奶被他们抓走了，还有镇上的女人们全部都被掳走了，逼他们带路去抓你。将军，立刻回营调兵遣将，我会沿路给你留下记号。将军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照我的吩咐去做，这是军令。将军，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现在回去等于功亏一篑啊！是。将军，将军已经搜查这么久，始终不见人影。再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查下去，会惊动安州守军的。蠢货！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让霍玄给跑了！请将军恕罪。说不准，是这个老家伙故意给我们带错了方向。把那些女人都给我宰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什么人？你们要的人是我，又何必滥杀无辜？霍玄，把人全部放了，我跟你们走。还不赶紧下定决心？别等我改变主意，来个鱼死网破，你可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放人，但是你也得遵守诺言。霍将军，你不能啊！我现在就是把他们宰了，你也无可奈何呀。这里的女人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必定将你抽筋扒皮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好，你们受惊了，回去吧。走吧，快！把他给我绑起来！哎，乐娘子，前面有胭脂水粉，咱们去瞧瞧吧。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来来来，女郎随便看随便看，这下可都是从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随便看一看啊。乐娘子，有人一直跟着咱们。人家怀疑我是细作，致力于找到把柄，又怎么会放弃？可是殿下不是已经相信你了吗？殿下相信，未必他身边的走狗就会信。每回出门这人都跟着，这人好讨厌。他还总爱在殿下面前说你的坏话。好了，别说。七郎君，有空说两句话吗？跟一个细作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别以为你能瞒得了殿下，就能瞒得了我。别做梦了。虽然我的过去已经向殿下坦白，但郎君始终不肯放心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在此等候，希望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。你想说什么？情。虽然你一直怀疑我，却始终对殿下一片忠心，我十分敬佩。我知道，从前彼此误会太深，你一直心存芥蒂，并不指望能靠这一杯茶来化解恩怨。不过，我希望郎君可以留一分颜面，至少别让殿下因你我二人的矛盾而忧心忡忡。情。齐豪，我一片好意，你竟然调戏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殿下，这……殿下，我的确出身微贱，还屡次遭人嘲笑讥讽，可是旁人欺弱也就罢了，如今连殿下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看不起我，对我动手动脚，这康王府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月儿，殿下，他这是挑拨离间，明明是他让我在这里饮茶，又摔碎了杯子，突然对我动手，简直是个疯子。是，我邀请你来饮茶，不过是看在殿下的份上，想
想化干戈为玉帛，可是你呢，竟然趁机轻贱我，简直无耻至极！不好好教训你这种登徒子，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？你血口喷人！额娘子的手都烫红了，怎么可能故意诬陷？苦肉计，这是苦肉计！住口！殿下，你难道真的相信他吗？够了。韵儿向来都是很高傲的，她不会拿这种手段来诬陷别人。来，齐恒，你最近越来越言行放纵了啊！我给母妃面子，对你已经很容忍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你这一回真的逾越了。殿下，给韵儿道歉。我告诉你，韵儿是我们康王府的女主人，无论是真的出言调戏，还是以前的处处针对，你已经冒犯了她的底线，所以你必须向她道歉，否则从今以后，不要踏进康王府一步。殿下，七郎君身娇肉贵，是1等1的高贵人，还是不勉强。道歉啊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这句话我可受不起。现在你知道被人冤枉的滋味了吧？你日日派人跟踪，笃定我是细作，今日所作所为，只不过是想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蒙冤受屈，气愤难平。殿下，你瞧，他明明是诬陷，我根本就没有轻贱他，这全都是他在污蔑我。那跟踪呢？我不是细作，却被人当作是细作；齐郎君不是流氓，却被冤枉成流氓。尝到被人怀疑的屈辱，才能真正体会我的心情。瞧你那气得发抖的样子，更应该知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从今往后，希望你别再跟着我了，否则下一回，殿下也保不住你。殿下，月儿告退。去吧。殿下，你笑什么？明明是你，老跟着人家，怎么能怪他反咬你一口呢？以后不要得罪那些小心眼的女人，要不然他下次动手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断子绝孙了。殿下，好了，既然我让他留在我自己的身边，就不会疑神疑鬼的。你啊，不要枉做小人了。可是你把一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女人留在康王府。愿佛祖保佑大魏永远太平，百姓安乐。是为了缔结两邦婚盟。摄政王妃，该你了。去吧，你要代表刘宋献上对大魏的诚意，与缔结魏宋和平关系的决心。这是今年很重要的典礼仪式，去吧。我怎么，怯场了？我才没有。诚如诸位所知，我千里迢迢远离故土，来到大魏。我的到来是为了缔结魏宋婚盟，
停止战争，消弭魏宋的纷争，给百姓带来永久的和平。这次不对啊，不是给他写好词了吗？楚玉不通鲜卑文，他一定是忘词了。往来不绝，现编的呀。百姓安居乐业，共同繁荣昌盛。我以大宋公主的身份来到大魏，行使大魏摄政王妃的职责，请佛祖庇佑，让魏宋社稷如一，情义绵长。跟我走。来人！来人救火！救火呀！来人！这是佛祖的象征，快来人呐！陛下，这是上天的示警啊！非但3盏天灯突然起火，就连礼器亦俱被焚烧。奉佛典礼上从未发生过此等事，这是上天的怒火，是佛祖颁下的惩罚。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是摄政王妃，也就是这位刘宋的公主。他的祈祷根本不成，惹恼了上天，才会降下灾祸。大祭司，你一定搞错了。楚玉是诚心诚意为魏宋和平祈福，又怎么会惹怒上天？摄政王，大祭司占卜祈福30年，从来都没有错过一回。你别忘了，陛下祈福的时候都好好的，怎么轮到刘宋公主就出岔子了呢？到底是惹怒了上天，还是有人恶意安排？应当好好调查。你为了偏袒摄政王妃，简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奉佛典礼是多么重要的仪式，从前3盏天灯有1盏未曾点燃，先祖想要息事宁人，结果当年便有华州洪水、雍州瘟疫，引得民怨沸腾，叛乱迭起。如今祭坛被烧毁，你既然如此轻描淡写，是怕连累到你自己吗？我按照规矩来祈福，哪来的天谴？突然走水只是意外，我又没有故意放火。陛下，请恕楚玉心急失言，臣只希望给我时间，给我机会去调查此事。调查？此事属实？你是怀疑大祭司在撒谎呢，还是怀疑上天旨意有误呢？你不要辩解。陛下，安州传来急报，说是昨夜遭到宋军袭击，423口男丁屠戮殆尽，行凶者正是全副武装的刘宋士兵。这不可能！刘宋军队怎么会越过疆界行凶？消息确实吗？臣刚才已经反复问过了，大家都众口一词，说行凶的正是刘宋士兵，而且还有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昨夜飞凤将军恰好就在云梦县。霍玄，军部奏称，飞凤将军为了解救妇孺，被敌人俘虏了，现在生死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宋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攻击啊！陛下，你忘了吗？以前就有人炮制大宋使臣杀人案，甚至多方挑拨魏宋关系。这一次，怎这不是故技重施啊？陛下，刚才那奏报里说了，说我军已有人认出那领头的将军正是刘宋皇上宠信的司马君。大家都听见了吗？这不是什么挑拨离间，是明火执仗、强盗行径。摄政王妃，你如何解释司马君的行为呢？刘宋的皇上没有下旨，区区一个将领敢袭击大魏边境，这不是撕毁盟约，是挑起战争。陛下，这个刘宋公主在典礼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其实全部都是谎言。她的真正身份就是刘宋的细作，她来大魏的真正目的就是迷惑摄政王，探听消息。难怪上天会被激怒，祭坛会走水，这是上天对大魏的警告。为了无辜枉死的百姓，
为了大魏的兴隆昌盛，此女绝不能留。陛下，事发突然，好好调查清楚。太后娘娘，这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难道非要等到刘宋的军队杀到平城，你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吗？难道你们要逼迫陛下立刻下旨吗？这不是逼迫，这是天意呀！陛下，不能再迟疑了。众口一词，分明就是早有准备。陛下，大祭司德高望重，又是神的使者，要不我们听听他的意见？大祭司，你意下如何？佛祖雷霆震怒，唯用鲜血平息，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天道。如今只有用这位刘宋公主的头，为大魏无辜枉死的百姓献祭，才能彻底平息上天的怒火。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，不能贸然杀了刘宋公主，否则后果根本无法挽回。摄政王，飞凤将军对大魏忠心无懈，如今落得生死不明，你在这个时候袒护幕后黑手，霍家军肯定会起暴动。你就为了一个刘宋的细作，准备承受兵祸之罪吗？陛下，请您尽快下旨。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万万不能轻举妄动。陛下，此事复杂，务必三思。好了，天意不可违，刘宋倒行逆施，犯了众怒。虽然朕深感心痛，却无可奈何。刘宋公主先行押入廷尉，10日之后，当众出斩。陛下，廷尉，摄政王来去自如啊，他这样为摄政王妃辩解，到底是夫妻情深呢？为了避嫌，将摄政王妃，不对，将刘宋公主押入神殿，交给大祭司处理。10日之后，我们在这个祭台上当众行刑。就这么办。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殿下，宫里出了大事，是楚玉出事了。是，王妃这一次，当真再无生机了。那个女杀星真的被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听说那个女的这边为了平民自投罗网，真够蠢的。啰嗦什么呢？加强巡逻。水，我要喝水。什么？他说他要喝水。别多管闲事，走吧。怕什么？这臭娘们伤了我们大宋多少人？现在已经是受伤的废物，还有什么用？水没有，尿倒是可以赏你一泡。悠着点，别闹出事儿。我说了要喝水，这就是听不懂人话的下场。大魏匪类欺人太甚，竟敢求杀我朝公主！司马将军不必动怒，公主暂时还没有危险。现在没有危险，那过几日呢？他们还要当众求杀公主。她毕竟是我朝的公主，代表着大宋的尊严，岂能任人宰割？司马将军，请放心，我肯定有办法能救公主的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信上怎么说？信上说，北魏对大宋疑心重重，动兵是迟早的事，让我尽快禀报皇上，做好交战的准备。那霍玄呢？为了营救霍玄，霍家军
一定会来打头阵，到时候我们就把霍玄顶在阵前当人质，他们必定不敢违抗军令，军心一定受挫，首战失利，颜面扫地，大宋大有可为。司马将军，我必须要提醒你，霍玄手段厉害，武力非凡，你行事一定要小心。霍玄他不过是个娘们儿，而且身受重伤，飞不上天去。不好了，霍玄跑了！将军，霍玄跑了，你们这帮蠢材，连个受伤的女人都看不住。将军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有余力能跑啊！你这个蠢货！司马将军，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，抓人要紧。外面重兵把守，他肯定跑不出去。你们跟我来。你们也去看一下。是。将军，营地大门守卫说，今夜并无一人离开。这么说，霍玄还在这儿，没有跑出去。将军，可是所有的营帐都已经搜查过了，并没有任何发现。所有的？是，除了你的营帐。啊！不好，快！霍玄，把他放下！司马将军，又见面了。霍玄，你别以为你抓了个人质，我就能放你离开这儿。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抓的不过是个信使。信使？信使大人，我可没什么耐心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如此兴师动众来救人，现在司马将军还坚持我手中的人质只是区区一介信使吗？我眼前这个戴面具的郎君，和我身后这一群气派不凡的教徒，司马将军的贵客，恐怕就是天机阁阁主了。天机阁素有威名，又神出鬼没，霍玄真是运气好啊，一钓就钓到一条大鱼。霍玄，你……霍将军，其实我一直都是非常敬佩你的，敬佩你的沉着英武，战功赫赫。可是大魏从来没有重用过你呀。你想一想，那些朝中的文武百官提到你，哪个不是轻视，哪个不是轻蔑啊？这样的朝廷，值得你卖命吗？哼，是吗？当然了，想一想你在荆州的遭遇，前后2人刺史，他们哪一个对你尊重的？他们还不断地打压你，害你军中损失惨重。可是霍将军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如果你投奔了刘宋呢？我们可以许你高官厚禄，不，我保证你，封个异姓王也是可以的。霍将军，你好好想想，大魏的拓跋宏，怎么可能让你做异姓王呢？嗯？司马将军，你也答应吗？霍将军一人可敌千军万马，我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？笑什么？看来在荆州兴风作浪的，就是我眼前这位天机阁阁主了。先是挑唆2任刺史与我为敌，又暗中勾结叛军攻城，见我大难不死，如今又动了招降的念头。为了霍玄一人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不过，我生平最恨朝秦暮楚之人。别说给我异姓王，就算让我做女皇上，我也不会答应。司马将军，你考虑好了吗？是与我拼死一搏，还是留你这位贵客一命啊？千万不可放他！不要，司马将军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阁主死在这儿吗？我警告你，倘若阁主真的殒命，我们绝不善罢甘休。我数到3，司马将军早做决定才是。霍玄，你敢？1、2、3。好，我答应。但是，你得先放了天机阁阁主。不好意思，在平安离开军营之前，我绝对不会放人。我要一匹快马，
立刻去准备。听见了吗？快！是。火玄，若天机阁阁主有半点损伤，我决定饶不了你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战！都安排好了吗？是，麦京为国巴斗，他是逃不掉的。跟上，一旦他放了人，马上给我抓回来。是。阁主，阁主，阁主，阁主在刘宋军营出事，你们必须给出交代。别废话了，快扶阁主回营休息。霍玄把人扔下了，追！这回一定要给他抽筋扒皮！驾！驾！弓箭！这人谁呀？天机阁阁主！我把阁主给杀了。特地给我送马来，真是辛苦二位了。大家都仔细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将军留下的记号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快扶下来！将军，快叫军医！是。回平城。什么？回平城？不行，先治伤。来不及了，传我命令。回平城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。康王，这就是你想要看到的，活生生砍下一个女人的头颅，装点自己的野心。摄政王，对待刘宋的细作，你就不应该怜香惜玉啊！如果你再这样袒护，我只能怀疑你对出卖朝廷也感兴趣了。我个人的生死荣誉是小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这样死了，刘宋会善罢甘休吗？大魏将士浴血奋战，做出多少牺牲才换来今天的和平局面？如今全被你打破了。刘楚玉不光是刘宋的细作，他还杀死了大祭司，判他死的人不是我，是陛下。问问他，还有什么遗言没有？刘宋公主，陛下问你，可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诸位，我已无话可说。楚玉，我是刘宋公主，受百姓尊崇，想荣华富贵，就要在朝廷需要我的时候，充当和亲的人选。容止，遇到你我有痛苦、难过，但是我也开心过。我好恨你偏袒，但是也沉迷于片刻的温情。事已至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了。至于魏宋婚盟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处于一己血肉之身，无力抗衡战火重燃。抱歉。行刑，马上行刑！
陛下。清月，把他拦住！你越这样，他死得越快。清月，清月，你不要过来！公主，我不能让你死！清月，摄政王，你想破坏行刑吗？摄政王，杀死刘宋细作是陛下的意思，你这样阻拦，到底是为什么？难道真如康王所言，殿下包庇摄政王妃，是早就和刘宋有联系？摄政王与刘宋来往密切，是要图谋不轨吗？诸位臣工，你们有没有证据？没有就不要胡说八道。谁都知道丞相大人与摄政王关系非常密切，你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，是要为摄政王脱罪吗？就是，众目睽睽之下偏袒刘宋细作，这等同于谋叛。容旨。太后，臣深深知道，有人设计摄政王妃，就是要牵扯本王。现在我站出来，就中了他们的诡计。楚玉说的对，从头到尾，他们都没有对不起我们。如果现在因为一己的安危，就舍弃一个无辜的女子，臣还有何脸面说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？就算你再同情刘宋公主，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。你当真要别人说你是？陛下，既然我娶了她，她就已然不是刘宋公主，而是我的摄政王妃。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，臣这个摄政王不做也罢。放肆！陛下恕罪。